我被小太妹堵在厕所扇巴掌时，宋文景踹门进来，眉眼狠厉地让我打回去。我以为他是我的救赎，可恋爱7周年纪念日，他为了保护怀孕的女秘书，冷眼看我卷入货车轮下，命丧当场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被校园欺凌的那个夜晚。巴掌劈头盖脸地落下，我咬牙推开了匆匆赶来、浑身戾气的宋文景。如果结局注定惨烈，那我宁愿你从没救过我。我死在恋爱7周年纪念日那晚。沉重的车轮从我身上碾过，撕裂般的疼痛从每一处传来。而不远处，我的未婚夫怀里揽着别的女人。危险发生的那个瞬间，宋文景出于本能选择保护陈妍霏，她失散多年的小青梅，也是如今她的贴身秘书。你怀着孕，要当心。关怀的话没能说完，宋文景终于发现，从始至终被他忽略的我，倒在了血泊中。呵呵，宋文景慌了神，怒自欲裂地朝我喊，浅色的瞳孔剧烈收缩，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抱起我。你怎么样？120，快打120！刺眼的血染红了我雪白的裙摆，真可惜啊！那是我攒了很久的钱，准备在纪念日这天穿给宋文景看的一件款式简约的婚纱。我打算向你求婚来着，是不是很可笑？意识开始消散，我费力张开手掌给他看。戒指，我买的。你不好意思开口，我主动也没关系。他身后的陈妍霏被我濒死的模样吓到，大大的鹿眼里蒙上水雾，格外楚楚可怜。都怪我不该出现的。念和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别怨阿景。他只是太在乎我了，我们青梅竹马20多年，保护我已经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别说了。宋文景骤然打断他，他紧紧抱着我，力道大到似乎要将我揉进骨血。呵，你坚持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，你坚持住。一贯清冷无波的眸子，此刻红得吓人。宋文景手指颤抖，来拿我手心里的戒指。我答应你，等你好起来，我们就结婚，好不好？陈妍霏的脸色，在她话音落下的那一刻，血色尽失。我用尽所有力气，缓缓合上掌心。还是不用了。在宋文景害怕到近乎绝望的眼神里，我惨然一笑，一字一句：我祝你和陈小姐百年好合。我的灵魂飘了起来，看到冷静自持的宋文景在我死后把自己关在我们一起住过的卧室里，酒瓶散落一地，他衣衫不整，头发蓬乱，口中一遍遍呢喃着对不起，他活该后悔。那晚我提前下班，本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却无意间撞到他和陈妍霏紧紧相拥的画面，又惊又怒，转身就走。迎面遇上一辆失去控制的大货车，陈妍霏所在的位置根本不受车祸波及，所以宋文景本来能救我的，但他没有。陈妍霏来看过宋文景好几次，都被拒之门外。最后他叫了开锁师傅，挺着孕肚闯进门，一把抱住宋文景，梨花带雨地倾诉衷肠。当年抛弃你是我不对，但我知道你一直忘不掉我，不然也不至于和徐念和谈了7年还没结婚。我常常在想，我那是赌成性的前夫，是不是上天对我辜负真心的报复？阿景，如今我离婚了，徐念和也不在了，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了。我们在一起吧，我只有你了。宋文景有个英年早婚的白月光，这事没人比我更清楚，但我太爱他了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所以假装没看见他电脑里藏着的10几个 G 陈妍霏的照片，努力扮演一个听话懂事的女朋友。我以为宋文景听了陈妍霏的深情告白会欣喜若狂，但这个颓丧的男人很久没有动作，最后表情麻木地抬起头，声音很轻：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呢？像是过了1个世纪那么久。我再次睁开眼，入目是脏污的厕所墙壁，
耳边是疯狂求饶的女声。大家都是同学，我们只是和他开个玩笑，没有恶意的啊！疼死了，卧槽！视线聚焦，我努力判断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，却只看到一道清瘦挺拔的身影，无比凶残地按着一个一看便知是不良少女的脑袋，一下一下往地上撞。另几个同伙缩在墙角战战兢兢，吓傻了似的，根本不敢上前。宋文景，你平时装的人模狗样，没看出居然和徐念和这个婊子有一腿。小太妹气急败坏的干嚎，我认得她，顾灵。我高中时期的噩梦大多来自于这个张扬跋扈的女生。男生的嗓音很冷，欺负人你还有理了。高二那年，因为交不出保护费，我被班上的大姐大堵在厕所里扇巴掌。濒临绝望之际，是宋文景踹开门，犹如天神降临般朝我伸出手，别怕，以牙还牙，打回去就好了。后来我罹患抑郁症，也是他陪在我身边，一点点将我从深不见底的泥沼里拖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明知他对忘不掉陈妍霏，却心甘情愿陪在他身边许多年。我曾把宋文景视作生命里的一束光，直到死后才恍然惊觉，这束光想照亮的从来都不是我。回忆和现实重合，熟悉又陌生的少年教训完人，面无表情地擦了擦手，迈开长腿走过来。你叫徐念和，能自己站起来吗？我愣在原地没动弹。宋文景于是俯下身对我伸开手，别怕，嶙峋的指骨上沾着点点血迹，以牙还牙，打回去就好了。他音色温和，带着巨大的安抚力量，我却大汗淋漓，如梦初醒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高二那年。宋家刚破产没多久，陈妍霏毅然批下境况落魄的宋文景，听从家里的安排去往国外留学。我和宋文景初次见面，也是我对他感情的开端。前世的我感激于他的帮助，犹豫着搭上他的手，被他反握住，两个人相携走出女厕所。第二天，高冷校草宋文景爱上平凡贫困生，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就传遍了整个校园。我尽力梳理繁杂的记忆，宋文景护着陈妍霏的情景尚且历历在目，货车碾过身体的撕裂感还未完全消散。谢谢你啊，宋同学。轻轻吐出一口气，我胡乱抹了把脸上的脏水，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。不过我垂下眼帘，语调一转，男生不能进女厕所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上宋文景明显诧异的眼神，我露出一个温和又残忍的笑。以后还是别多管闲事了吧。说完就推开他，踉踉跄跄地向外走。哎，我只是想帮你，没有恶意的。夏夜的风微凉，将少年清冽的嗓音送到我耳畔。可我眼前却不自觉浮现出7周年纪念日那晚，他和陈妍霏抱在一起的场景。就像宋文景帮了我一样，他小时候也被排挤、霸凌过，是陈妍霏勇敢地站出来，为他发声。这在年幼的宋文景心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即使后来陈妍霏都结婚了，即便他曾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抽身离去，他仍旧对他念念不忘。数不清多少个凌晨，我醒来看到宋文景对着电脑里的照片出神，所以他在闯进女厕所的那几分钟里，心里想的到底是谁？我没回头，扬起酸痛的手臂，冲后边的人挥了挥，谢谢，但是不需要，别救我了，宋文景。如果结局注定惨烈，那我宁愿从未遇到你。适应了高中生活后，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顾灵和宋文景，一心弥补前世高考发挥失常的遗憾，埋头学习想考个好大学。可安生的日子没过几天，班主任老张喜气洋洋地对全班宣布，咱们班转来一个新同学，是连续几次蝉联年级第一的宋文景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我愕然抬头，对上少年清冷俊秀的侧脸，这才想起
上辈子，宋文景也是高二上学期转进我们班的。彼时我深受顾灵一伙人的霸凌已久，他一出现就仿佛见到了救命稻草。老张苦恼把他安排在哪里时，颤颤巍巍地举起手：“老师，我旁边有个空位。”自此，我和宋文景度过了2年的同桌生涯，感情也逐渐升温。热恋期间，我曾无数次庆幸那份孤注一掷的勇气，促成了我和他之间的缘分羁绊。直到陈妍霏回国，成为他的秘书。偶然听闻，那时宋文景之所以转班，是因为睹物思人，难以接受陈妍霏离开的事实，换个环境治疗情伤。班里空着的位置不多了呀，文景，你想看看想坐哪儿？我低下头刷题，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。老张的脸都笑成花了，环顾教室一圈，我看第3排就不错，视野好，方便听课。宋文景思索片刻，径直向我所在的最后一排走过来。谢谢老师，我就坐在这吧。老张疑惑，会不会太靠后了？成绩好坏和座位前后无关，而且我和徐同学有过一面之缘，算是比其他人都熟悉一点。我蓦地站起身，我不同意。宋文景讶然挑眉，全班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我紧张地揪紧了衣角，我成绩不好，担心会拖年级第1的后腿。老张若有所思地点头，是啊，文景，你要不再考虑。宋文景却微微一笑，直接坐在了我旁边。别担心，我会帮助你学习的。我还想再说什么，老张摆摆手，一副被迫妥协的模样。行吧，行吧，那我们不耽误时间了，开始上课。这一节是数学课，老张在台上讲得神采飞扬，宋文景垂着头在纸上写写画画。忽然，他推过来一张纸条，2行小楷端正：你被欺负的事，我不会说出去。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霸凌，你应该跟老师家长反映。他以为我觉得被打丢人，所以拒绝和他同桌。我神情微动。宋文景侧过头，冷淡的嗓音压低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一份甜音。你不敢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平心而论，高中时期的宋文景是个很好的人，但一想到他对我的好，都源自于另一个女孩，略有松动的心再次变得坚不可摧。我想了想，拿过那张纸条，认真地写下：我会拯救我自己。写得很慢，但一笔一画力透纸背。宋文景淡色的唇动了动，恰逢下课铃声响起，截断了他未出口的话。关注了我们整节课的顾灵慢慢踱步过来，他扎着恨天高马尾，眼线长得下一秒就要飞出天际，阴阳怪气地说：哎呦呦，穷鬼徐念和谈恋爱啦，还是跟我们的校草8辈子修来的福气哦。宋家虽然破产了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周的保护费给你涨200啊。宋文景扯了下唇，冷冷道：我最讨厌欺负别人的人，那天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顾灵下意识摸了摸脑门还未痊愈的伤，面色顿时难看起来。你他妈得意什么？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宋家小少爷呀？老娘迟早找人搞死你俩！他恨恨地瞪着我和宋文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头一次直直地回视他。顾灵，我和宋文景不是那种关系，而且大家都是学生，我凭什么给你交保护费？你有什么招式就尽管使出来，我根本不带怕的。顾灵震惊于我强硬的态度，冷笑连连：行，你有种，给我等着。他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宋文景不解出声：你在故意激怒他？为什么？我声音很轻，透着一股不易察觉的坚定。他会为他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中午放学，我慢吞吞收拾书包，等班里人都散得差不多了，顾灵和几个浓妆艳抹的小姐妹交换了眼神，连拖带拽拉着我往外走。先翻她的书包，看里边藏着钱没。他们踹倒了我的课桌，试卷和书本散落一地。发现捞不到好处后，顾灵嗤笑：
教室附近有监控，老规矩，把他拖去厕所收拾。我暗地里已经被踹了好几脚，推搡着走到门口，忽然撞上个唯唯诺诺的中年女人。她穿着最简单的 T 恤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怯怯地看着为首的顾灵。我找徐念和。有人大笑出声，穷鬼徐念和的吸血鬼妈又来了。顾灵饶有兴味地后退2步，给你2分钟，跟你的好妈妈叙旧。我妈如蒙大赦般走上前，握住我的手，焦急道：和呀，你弟跟同学打架，把人打住院了，对方让赔3万块钱，我找你外婆借了2万5，还差5000。你手上还有多少钱？今年的贫困生助学金应该发了吧？即使重来一世，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变，比如我的偏心妈妈，还有那个不争气不省心的便宜弟弟。妈，我嗓音艰涩，你眼里就只有钱吗？难道你看不到我正在被欺负吗？我妈扫视一圈，表情发怵。同学之间开玩笑也正常，你还有多少钱？都给妈，你爹还在派出所关着呢。顾林一群人脸上都挂着得意的笑，像是在说，看吧，你妈都不管你，你他妈活该被打。宋文景为了陈妍飞任由我被车撞死时，我没哭；顾灵把我的头按进泔水桶时，我没哭。可我妈不顾我的死活，一门心思给索要我的助学金时，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圈。我一个高中生能有什么钱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宋文景让我找老师和家长寻求帮助，上一世的我不是没试过，只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当一个人的诉苦无人理会，他就会丧失求救的念头。久而久之，即使被霸凌的整日精神恍惚，我依旧一声不吭，默默忍受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狠心？那可是你亲弟弟呀，你不帮他，谁帮他？我妈急得都要掉眼泪了。走廊另一端，宋文景估计是回来拿什么东西，不经意撞见这悲哀又滑稽的一幕。少年静静地盯着我，没有上前，而我漠然地看向顾灵。喂，不是说要收拾我吗？怎么还不动手？我曾问过顾灵，他们几个为什么单单找上我。他不屑地说，欺负你的代价最小，干脆无聊的时候出气喽。不知第多少次被拳打脚踢，我头发散乱，上衣湿淋淋粘在身上。顾灵的小姐妹兴奋地掏出小刀，玲姐，要不划开她的衣服，拍几张照片发到校园墙。我缩着身子，眼里流露出害怕的神色。别，我给钱还不行吗？顾灵瞬间双眼放光，多少？我咬着嘴唇，像是被逼急了的无奈之举。2万5，我妈刚问我外婆借的，就在我家里的床头柜放着。你们要不信，可以跟我一起进去。我妈去派出所看我弟了，现在家里没人。顾灵先是大喜，然后踌躇不前。2万5，这他妈也太多了吧？她的小姐妹怂恿。徐念和他妈跟他一样是个怂货，钱被偷了也不敢说什么的。再说了，我们才17岁，还没成年，就算报警又能怎么样？顶多关个几天就出来了行。顾灵居高临下的踹我的肩膀，带路，老娘要亲眼见到这些钱。第二天，顾灵等人是扭着腰来上学的，他们都换上了当下时髦的衣服和发型。昨晚通宵喝酒唱 K， 厚重的粉底也遮不住眼下的青黑。隔着大半个班，顾灵冲我眨了眨眼，算你识相，这个月就放你一马。宋文景眼底闪过震惊，你和他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我罕见地露出了一个堪称温柔的笑。等着瞧吧。早读还没结束，便听见中年女人焦急无助的喊声回荡在整栋楼。警察同志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那群女孩子偷走了我家的全部积蓄，2万5，那是我儿的救命钱啊！英语老师正讲得唾沫横飞，我妈带着2个警察突兀地闯进教室，看清顾灵的位置后，疯子一样对顾灵拳打脚踢。天杀的抢劫犯，你还我的救命钱！还我的救命钱啊！呜呜！
顾林一脸心虚地推开他：“你谁呀？别血口喷人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”我妈直接扬起手，朝着他的脸啪啪来了2巴掌。小贱人，真以为老娘怕你呀？赶紧给我把钱还回来，我儿子还在监狱等着呢，25000块少一分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顾林被打懵了，我妈一改平日的怯懦模样，凶狠地对看呆了的警察怒吼。监控里拍得清清楚楚，带头的就是这个小贱人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抓他进局子啊！顾林有句话说的不是很准确，我妈确实怂了大半辈子，但只要涉及她的宝贝儿子，这个柔弱的女人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女疯子。爱财如命的她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换成现金，用卫生纸里3层外3层包裹起来，藏在柜子最底层还不够，她甚至在床头安装了小型监控，预防突发情况。而我正是深知这一点，才故意引顾林到我家偷钱。年纪稍长的警察对台上的老师点头致意。顾林等5位同学涉嫌暴力胁迫和入室抢劫，我们先带走了。宋文景淡淡补充：2万5，涉案数额巨大，即使是未成年，不拿武器也得判个6到8年。要是带了管制刀具，那得10年往上了。少管所内满18岁，继续去监狱服刑。几个昨天还张扬跋扈的女孩气焰全无，彻底慌了神。她们脱下价格昂贵的外套，痛哭流涕地向我妈道歉，不接受调解。我儿子还在派出所关着呢，先把钱赔给我，敢偷老娘的钱，看我不告到你们牢底坐穿。顾林挨了2巴掌还不清醒，大大的杏眼死命瞪着我妈。未成年坐个屁的牢，再说是你女儿心甘情愿带我们进去的，钱给了就是我们的。小贱人，老娘今儿非教你做人！我妈气得咬牙切齿，张牙舞爪的要挠花她的脸，被警察眼疾手快拦下。临走前，我妈愤愤地瞥了我一眼，她给你要钱你就给，我怎么就生了个你这么没种的女儿？监控里的我战战兢兢，顾林用小刀抵在我的脸上，恶声恶气的威胁。他最多也就气我胆子小，任谁都不会怀疑我才是策划一切的人。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止不住的畅快。宋文景迟疑半天，试探着开口：“这就是你说的让顾林付出代价吗？关你什么事？”我音调冷淡。宋文景越发笃定自己的猜测，怪不得你说那些话激怒顾林，原来是留了后手。我掀起眼皮，轻轻笑了下，却并不承认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明明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。宋文景一向波澜不惊的眼里，是我从没见过的惊讶和欣赏。徐念和，你和我想象中不一样，你很勇敢。他思忖片刻，竟是叹了口气。我小学时期也被霸凌过。我心头一突，我当然知道这事是上辈子的陈妍霏存心炫耀才告诉我的。宋文景从未主动提过这块伤疤，许是我机智的反抗打动了宋文景，如今他竟主动向我敞开心扉。他们往我抽屉里丢毛毛虫，头发上倒胶水，还把我关进体育器材室1天1夜。宋文景扭头眺望窗外，似乎陷入了久远的回忆。我怕极了，即使当时宋氏集团如日中天，我被人戏称为宋家太子爷，我甚至不敢告诉老师。如果当年我也能有你这么勇敢就好了。宋文景低低笑了一声，神色却是苦涩的。那也不至于被人毫不在意的丢掉，还对他念念不忘。他说的是陈妍霏在宋家出事后决绝离开。我是千金大小姐，而你现在只是个穷小子，哪里配得上我？彼时的宋文景哽咽着恳求，我会努力，迟早有一天会变有钱，你等等我好不好？陈妍霏只想尽快摆脱这个累赘追求者，情急之下口不择言。瞅你这死缠烂打的劲儿，根本就是活该被欺负。我单纯看不惯那伙人，压根就没想救你，别自作多情的臆想了好吗？宋文景被这番羞辱伤到，
心灰意冷地松开了挽留的手。那如果他回来跟你道歉，说自己是逼不得已，你会原谅他吗？我饶有兴致地问。宋文景沉默几秒，不知道。我笑了，你一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历过。我垂下眼睫，遮住眼底的复杂神色。我也喜欢过一个救过我的人，和你的遭遇很像，他也曾弃我如敝履。但我和你不一样。我紧盯着他的眼睛，既是同他讲，也是告诫自己。我会害怕，只要被丢下一次，我就会躲得远远的。宋文景点点头，话题突转。徐念和，话说，你很讨厌我吗？我挑了挑眉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宋文景语气染上抱怨。同桌都2天了，你跟我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，而且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排斥。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或者有什么误会？我大方承认，如你所想，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好感，可能是不合眼缘吧。我随便编了个理由。宋文景明显有些遗憾，说实话，我挺欣赏你的，你有时候看起来根本不像高中生。我勾起唇角，我要做的远不止这些。当晚，我妈为了多要点赔偿，在公安局和顾玲的父母扯皮时，我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，向大 V 投稿，匿名举报南城一中一位追求成绩、对校园霸凌行为视而不见。我上一世从事传媒方面的工作，洋洋洒洒几千字，引经据典，从中学生心理健康上升到祖国的美好未来，被所谓的大哥大、大姐大欺凌过的学生不在少数。此帖一经发出，引发广泛共鸣。市教育局对我校校长做了严肃批评，声明务必杜绝类似的霸凌事件再次发生。顾玲等人霸凌学生乱收保护费的事也闹得人尽皆知，围观市民纷纷讨要个说法。最后他们赔了我妈不少钱，在多方周转下，还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。我去看过他们一次，这伙人早没了那股嚣张的气焰，像双打的茄子，蔫得透透的。一时间，放学堵人的少了，留校学习的多了，校外约架的少了，交流问题的多了。除了我本人以外，唯一猜到幕后推手的宋文景，对我从欣赏上升到佩服。因为淋过雨，所以为别人撑伞。徐念和，你是我见过最酷的女生。我不置可否，反正口头上从未承认。和无数个高中学子一样，对着数学题发愁。宋文景轻身靠近，这道题要在中间做一条辅助线，我教你吧。我冷淡地拒绝了他，不用，我下课去问老师。宋文景也不恼，反而巴巴凑上前。徐念和，我就是想跟你交个朋友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如果说前世宋文景只是把我当成陈妍霏的替代品，那这辈子我很确定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小时候反抗校园霸凌的影子，找到了同类的共鸣。他开始不自觉关注我的一举一动，主动跟我搭话，每天给我带早饭，课间爬3层楼只为给我接一杯热水。我烦不胜烦，但还没来得及找老张换座位，一个消息如惊雷炸响般传遍了校园。陈妍霏从国外回来了。陈妍霏来我们班找宋文景时，我刚问完2道难题，从办公室出来，有幸围观了全程。还回来做什么？是国外的饭不好吃吗？我很少见到这般阴阳怪气的宋文景。谈恋爱那7年，就算我们起了摩擦，他总是温柔理智地分析问题所在，最后不管是谁的错，先一步低头向我道歉。身边朋友都夸他是梦中情夫，说我捡到宝了。直到陈妍霏回国，我有次给宋文景送午饭，看到他劈头盖脸地训斥这个新上任的秘书，语气和脸色都差到极点。训完冷着脸给他擦眼泪。我恍然大悟，他待我处处温柔，好似没有底线，只是因为不在意罢了。记忆回笼，陈妍霏拽着他的衣角，梨花带雨的哭诉。我那是被逼无奈。
阿景，你信我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情分，你被欺负时我还帮过你，如果不是家里强制把我送出国，我怎么可能狠得下心离开你？宋文景这人最是念旧情，何况他内心一直视陈妍霏为暗夜里的救赎。闻言脸色缓和了不少。既然是家里逼迫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少女穿着高定小礼裙，发型和妆容都打理得很精致，此时眼睛通红，一派楚楚可怜。还不是放心不下你呀，你家里生意出了问题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着急，求了我爸好多天，终于让他同意我继续回国读书。宋文景态度开始松动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陈妍霏轻咬下唇，小声啜泣，你要不相信就去问我爸好了。真能编啊，我几乎要给陈妍霏鼓个掌了。她是陈家最小的千金小姐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从小就被陈父捧在手心里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如果她不愿意，根本不可能被送出国，不过就是趋利避害，非给自己立个无辜的小白花人设。上辈子她在英国待了7年，大学毕业后费尽心机嫁给了一个伦敦富商，没成想富商表面上风度翩翩，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整日酗酒不说，还对陈妍霏非打即骂。即使后来她怀了孕，也毫不留情。陈妍霏灰溜溜地从国外回来，求功成名就的宋文景帮她打离婚官司，另外给她安排一份工作。宋文景对她又爱又恨，在她锲而不舍的示好下，终于迈过了心里的那道坎，两个人正式重归于好。我正奇怪这辈子的陈妍霏为什么会突然回来，她敏锐地发现了我的存在。阿景，这就是你的新同桌？她不满地撅起嘴，有人传谣言说你们在偷偷谈恋爱呢，那是他们不知道，你从实验班搬到普通班，其实是因为忘不掉我。当着我的面被戳穿心思，宋文景有些不自在地轻咳一声。别说了，快上课了，你回去吧。才不要！陈妍霏递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，伸手挽住宋文景的胳膊。我已经申请也转过来了，阿景，以后我们还是同班同学。我觉得他的敌意莫名其妙，却在他趾高气扬地从我身边经过时，听到低低的打气声。将来宋文景会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富豪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紧紧抓住他，不能让徐念和抢先。我像是被雷击中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难怪陈妍霏不远万里回国，原来她也重生了。既然她过了2辈子，脑子还都是靠男人，那正好，我让给她就是了。陈妍霏致力于挽回她在宋文景心中的形象，一有空就来刷存在感，像个小尾巴。而宋文景也逐渐沦陷，烦扰我的次数大大减少。也许这一世的他对我产生过短暂的好感，但只要小青没回来，别人都成了将就。我冷眼看着他们甜蜜斗嘴，吵吵闹闹，只觉得本该如此，乐得自在。我忙着刷题，没空找他俩报前世之仇，陈妍霏倒主动给我找不痛快。某天晚上我回到家，我妈一反常态，端着一碗熬得喷香的鸡汤，期期哀哀地上前为我摘下书包。学习辛苦了吧？快来喝点鸡汤。终于从局子里出来的我弟，抱着手臂倚在门框上，愤愤不平道：这可是咱妈专门给你熬的，我都没份儿呢。我没接，面无表情地问：有什么事吗？我妈不好意思地搓搓手：你弟不是因为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了吗？今天有个一看就很有钱的小姑娘找上门，说只要你退学，就给你弟送进全市最好的初中读书。我心中一沉，那人是不是姓陈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呵呵，从小你就懂事，这次也，我退学就是好事。我冷笑出声：妈，你用脚趾头想想也该知道，徐康除了打架就是打游戏，他根本就不是上学那块料。我不让也轮不到你来上。徐康涨红了脸：女孩子家家读什么书，反正迟早都要嫁人。很难想象，这句话是从我14岁的弟弟嘴里说出来的。
爸爸去世的早，我从小就被我妈教育，弟弟就是你的天，要是他先出生，我们家就没你什么事了。家庭教育如此，前世的我打心眼里感到自卑，养出了唯唯诺诺的性格。但重活一世，我凭借一己之力把顾灵等人送了进去，我学会了反抗，憋了2辈子的那口气在此刻爆发。我一把掀翻了那碗热气腾腾的鸡汤，大声反驳：退个屁的学，我才不退！女孩子就要低男的一等吗？妈，你也是女的，为什么从小到大事事偏向徐康？陶瓷碗摔到地上，4分5裂，汤汁溅了2人一身。我妈惊得连连后退：你还要造反不成？我是你妈！徐康额头青筋暴起，他高高扬起手，竟是想打我。贱人！他啐了一口。我心一横，转身去厨房抄起菜刀，不由分说架在他脖子上。你他妈才是贱人！徐康，我是你姐，你对我有过半点尊重吗？再敢多说一句，咱俩就一起下地狱！我脸颊通红，浑身颤抖，像是处在崩溃的边缘。锋利的刀刃抵在徐康脖颈，稍有不慎就会划破他的皮肤。这个桀骜难驯的少年，第一次害怕到说话都在结巴。你冷静点，大不了不用你退学了。我妈脸都白了。呵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冲动啊。我深呼吸几次，留下一句：别惹我，我精神状态不太好。提着刀进了卧室。隔天我找到陈妍霏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捂着嘴咯咯笑：是我干的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你活该啦！要不是你，我和阿景怎么可能错过那么久？我还没骂你勾引阿景呢，你倒是先找过来了。我呼出一口气，我和宋文景根本没关系，你该去医院看看有没有臆想症。陈妍霏一抬下巴，端地是盛气凌人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暗恋他？干脆把你赶出这所学校，2个人就再也接触不到了，完美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不动声色道：你真的这么喜欢宋文景？陈妍霏眼珠子转了转，也不怕告诉你，我是重生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阿景未来会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，所以他一定是我的，谁都抢不走。所以你先前弃他而去，根本就不是被逼无奈，都是我编的啦。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，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嘛。陈妍霏皱起眉头，看似苦恼，实际是在炫耀。阿景太天真了，青梅竹马的情谊在我这根本比不上钱和利益。一想到上辈子，不是梦里，我难产死在了手术台上，我就后悔为什么没能早点认清那个人的真面目。原来上辈子陈妍霏死于难产。我佯装听不懂，什么那个人？陈妍霏回过神，没什么，你问的太多了，你只需要记住，和我抢阿景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真是个蠢货。我收起衣兜里的录音笔，忍不住腹诽，表情没有显露半分，乖顺的答应：好，我知道了。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我本想和陈妍霏井水不犯河水，但他主动找茬，还妄图让我退学，那就别怪我做事不留情面。我火速向老张申请了换座位，搬东西时被宋文景拦下。徐念和，我就这么惹人厌吗？我头都没抬，只把录音笔摔在桌子上。不只是讨厌，你和你仗势欺人的小青梅一样，让我恶心。果不其然，宋文景听了录音内容后，又羞又恼，和陈妍霏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。陈妍霏使出了她的常规操作，先梨花带雨的道歉承认错误，又赌咒发誓再也不会做出这种事，求宋文景原谅。被同一个人骗了2次，宋文景深感挫败，他恶狠狠地放话：陈妍霏，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就当不认识吧。要知道，上一世2人闹得最僵的时候，宋文景也没说过这种话。陈妍霏求和失败，开始寻找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
徐念和，一定是徐念和，你这个贱女人！他说着就来抓我的头发，活脱脱一泼妇，被宋文景揪着衣领甩出去。这是在学校，不是你家，你的大小姐脾气闹够了没有？好，好。陈妍霏愣了好几秒，随后捂着脸跑出教室。我在新座位边写题边吃瓜，正乐呵呢，忽然被宋文景打断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还认不清他的真面目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变得不像儿时的那个他了。我没工夫听他搁这伤春悲秋，管好陈妍霏，别让他到处发疯。没其他事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宋文景嘴唇动了动，我还想跟你道个歉，我旁边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，你想回来随时回来。我哑然失笑，那倒也不必，让开点，你挡着我看黑板了。陈妍霏有深刻的嫁有钱人的执念，即使宋文景明确拒绝，她依旧狂追不舍，送奶茶，找话题，为他忙前忙后。两个人像猫捉老鼠一样，简直成了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我一开始还会驻足吃瓜，后来都见怪不怪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在紧锣密鼓的复习节奏中，我们迎来了一模考。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，我考出了562分的好成绩。老张专门点名表扬了我，号召其他人向我学习。要知道上辈子我被霸凌出抑郁症，高考也才考了400出头，去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3本大学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如今一切都有在慢慢变好。但我拿着成绩单，兴高采烈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等来的却是喝醉了酒的徐康，手里还握着一把水果刀。徐念和，你嘚瑟个屁呀！老子都被学校开除了，你凭什么又学上？我皱紧了眉头，默默环顾四周，看哪个方向方便跑路。他虽然才14岁，但体格健壮，喝了酒，手里还有凶器，硬刚我不是对手。徐康还在口齿不清地嘟囔：咱妈说了，你学习好也没用，反正以后得养着我，我是男孩，以后的一家之主，你得听我的。我本想拔腿逃跑，但电光火石间计上心头，与其源源不断地被徐康吸血，当一辈子的伏地魔，不如受点皮肉之苦，一了百了。于是我提高音量呛他：拉倒吧，还一家之主呢？你就是个干啥啥不行，打架第1名的废物。你再给老子说一遍！我满脸不屑，再说一遍又怎样？乳臭未干的小毛孩，你还能打我不成？徐康酒精上头，看了一圈，确定没人，握紧了水果刀，直直朝我冲过来。我捅死你这个贱人！这把刀的刀刃钝，捅不死人，但流点血是不可避免的。我咬紧了牙，准备好承受这一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个高大清瘦的身影骤然出现，挡在我身前，替我挨下了这一刀。我不可置信地望着来人，宋文景。医生说刀口不深，但不知为何，宋文景昏迷了1天1夜才悠悠转醒。醒来后气质大变，第一句话竟是：和，你还活着？他不顾身上的伤，后怕地拥我入怀，力气大得吓人。对不起，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爱的人是你才对啊，我对陈妍霏不过是执念罢了，我对她只有感激，对你才是真正的爱。我一动不动，僵在他怀里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7年后的宋文景。这样也好，有些事终归是要说清楚的。等他平复好心情，我慢慢挣脱开来。我确实死了，你现在看到的是重生后的读高3的徐念和。宋文景如遭雷击，清凌凌的眸子里悔恨和震惊交织。我贴心地给了他时间消化这一切，隔着时间的洪流，静静地注视着18岁的壳子里28岁的他。我不怨你，我淡淡地笑着。货车到来时，你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，你有什么错呢？只是不够爱我而已。不是的，和，宋文景双目通红，几乎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。
我比了个虚的手势，示意他听我说完。你应该有今生的记忆吧？你知道吗？当我成功反抗霸凌，反抗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后，我突然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潜意识里一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太卑微的位置，明知道你忘不掉陈妍霏，我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甚至自顾自穿上婚纱，在7周年纪念日向你求婚。我勾起一抹自嘲的笑，可惜一段不平等的爱情注定不会长久。你虽然在危险来临时选择了保护陈妍霏，但上一世对我的帮助都是真的。再者，你这回又救了我，我们两清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眉间有守夜的疲惫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宋文景笑容苦涩，哪里需要还？上辈子你死后，我一个人躲在卧室里逃避现实，才恍然发觉，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陪我走了那么久的路。当年我创业初期，压力大，穷到揭不开锅，你就每天去抢菜市场的剩菜，下了班就赶到家给我做饭。我们一起挤在10平米的出租屋，一份烤冷面要分2顿吃。每逢打雷下雨，你就怕得躲进我怀里。你早上5点就起来做兼职，周末还穿着厚重的玩偶服发传单，只为给我买一条好一点的皮带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是我们共同的回忆。都说陪你吃苦的糟糠妻不能弃，宋文景却在功成名就后，冷眼看我卷入货车车底。说到最后，他额角青筋叠起，缓缓将脸埋进手里，蓝色病号服包裹着的身体微微颤抖，直至痛哭出声。我总觉得陈妍霏帮过我，我不能辜负她，可是你为我做的比她只多不少啊。少年脸上挂着泪痕，执拗地拽着我的衣角。呵呵，你还不如打我一顿，我不是个人啊，我该死。我一点一点掰开他的手，和我不堪回首的上辈子决绝告别。你治疗的一切费用我来出，宋文景，我不欠你，也不爱你了。徐康因故意伤害罪被判7年，去少管所服刑。我妈一夜白头，不得不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她唉声叹气的咒骂，那姓陈的小姑娘不是什么好人啊！你弟说那天晚上其实是受她怂恿，不然她哪里敢对你动刀子。我豁然开朗，那就都说得通了。为什么宋文景像是提前预知我弟的行动，恰好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？他应该是听到了陈妍霏和徐康的密谋，本来对我就心怀感激和愧疚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情急之下替我挡了那一刀。但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宋文景伤好以后，托我妈带给我一封信。呵呵，你说过你永远不会回头，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让陈妍霏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不久后，他就和陈妍霏一起转学了。有人说他们两家有商业联姻，没准私奔了。也有人说陈妍霏被家族放弃，生活的穷困潦倒。我再没见过他们。糟心事都告一段落，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。高考正常发挥，考上一所还不错的一本。当学生干部，加社团，参加比赛，刷绩点，充实又快乐。和预期的那样，这一次我没靠任何人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毕业那天，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演讲，金黄的阳光从窗棂透进来，大厅里没开灯，依旧亮堂堂的。无数双眼睛落在身穿学士服的我身上，但我一点都不紧张，从容不迫地分享我的故事。我们总期望着有人能在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拉自己一把，但往往忽略了能真正克服苦难的只有自我救赎。掌声雷动中，我微微一笑。我们都曾不堪一击，我们终将刀枪不入。